你是否曾感觉自己只是自己生命的旁观者，仿佛你坐在电影院里，看着日子、星期和年份在屏幕上模糊地流逝，而你梦想成为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越来越遥远和虚构的角色？你是否认识到那种忙碌的感觉？日程表排满了约会和任务，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深深的空虚，一种缺乏真正目的的感觉。这种持续的忙乱只是一种噪音，用来压制一个在深夜的寂静中坚持要出现的问题，一个几乎听不见的地狱，来自你意识的深处。你是否正在把你唯一宝贵的生命时间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这种感觉是我们这个时代无声的痛苦。生活在永恒的自动驾驶模式中的麻痹，对电子邮件、通知、他人的期望做出反应，但很少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你推迟那些能让你灵魂歌唱的项目，避免那些可能加深你人际关系的艰难对话，并沉溺于琐事中，一套必杀楼持续到转的事实。困扰你的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一种更微妙、更具穿透力的恐惧。在路程结束时，以一种毁灭性的清晰都意识到，你从未真正活过，你的存在是一场穿的分心，而不是用深思熟虑的选择建造的艺术品。当然，如果我告诉你有一种方法可以打破这个魔咒呢？一种心灵技术，一种灵魂的操作系统，由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锻造，将这种焦虑转化为行动，将这种恐惧转化为专注。今天我不会给你连接的安慰，我将教给你一个强大的工具，浓缩在5个时间的记录中，这样呢，就可以重新掌控你的时间，从而掌控你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关于时间管理的讲座，这是一场对抗生命浪费的战争训练。让我们深入探讨 Memento Mori 的5个纪律，这是将死亡意识转变为你最大力量和清晰，都来源的10多个牌秘密。为了开始这段路程并坚定你改变的承诺，我请求你订阅频道、点赞以加强这个信息，并评论你从那个城市或国家做出这个承诺，在当下宣告你的存在。解决这种麻痹的方法有一个名字，一个回响了几个世纪的拉丁短语，带着无情的力量 Memento Mori， 记住你是会死的。现在忘掉你对这个想法与病态、沮丧或阴暗事物的任何联想，那是弱者的解释，是那些害怕真相的人的解释。Memento Mori 的前提，在其4多个的本质中，不是对中介的痴迷，而是优化每一个新的一天开始的最强大的工具。这是那些过着具有非凡影响力的皇帝、智者和艺术家的巨大秘密。他们不惧怕死亡，他们把它当作指南针，一个持续的提醒。一波吃多余的东西，只专注于本质的、有德性的、真实的东西。不要把 Memento Mori 看作一个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一个真正的专注技术，一个灵魂的操作系统。它从一个不可否认的真理开始运作：你的时间是有限的，过去的每一秒都无法挽回。面对这个现实，小的焦虑、琐碎的恐惧、他人的意见和微不足道的干扰，都失去了他们所有的力量。死亡不是要害怕的敌人，它是你最诚实、最残酷、有效的顾问。它是唯一能穿透你头脑中所有噪音的声音，并问：你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你正在培养的这个想法，正在消耗你的这个担忧，在你存在的短暂面前，这真的重要吗？这个问题当被人真的提出时，有能力重新调整你的整个生活。这不是一个现代的发明，这是一个永恒的智慧，支撑了历史上最具人性的头脑。皇帝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在他的日记中，在军事战役和瘟疫中写道，提醒自己他的无常，以便以正义和勇气来统治。塞涅卡，罗马最伟大的剧作家和顾问之一，坚定地断言：不是我们的时间太少，而是我们浪费了太多。生命足够长，并且慷慨地给予我们去实现最伟大的事情。如果我们好好投资它的话，他们明白，面对死亡不是为了绝望，而是为了觉醒。它是对抗拖延的解药。
是置于平庸的两方，是过上有紧迫目的和深刻意义生活的燃料。现在，我们进入我们旅程的核心，我们将解开将 Memento Mori 的抽象概念转变为日常具体时间的5个记录。这些不仅仅是需要盲目遵守的规则，它们是精密工具，在4多个智慧的火焰中锻造，旨在挑可以各有目的和有意义的生活。每一个记录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步骤，圆池、明日的囚徒，走向当下的建筑师。他们将需要你的注意力，你的勇气和你面对关于你如何生活的更深层次真相的意愿。准备好，因为你所寻求的转变是与严格和诚实地应用接下来的内容。第1个记录将重新定义你开始一天的方式。第1个记录是黎明的记录，它在你醒来的那一刻开始，在外部世界有机会将它的一程强加给你之前，在这个神圣的寂静时刻，你必须问自己一个简单但深刻变个性的问题：如果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我会选择如何度过它？我会如何花费我的时间？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应该是一个幻想的愿望清单，而是一个定义你当天为一切最重要任务的指南。那个行动，如果完成，将使其他一切都显得次要。无论发生什么，都会带来一种目的感和成就感。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而直接的。你的头脑被现代性所制约，会见叫着要求分心。自然的倾向几乎是一种反射，是伸手去拿手机，沉浸在电子邮件、通知和新闻的海洋中。这是渴望做出反应，成为他人要求的仆人，而不是自己专注的主人。头脑寻求阻力最小的路径，而定义一个明确意图的阻力远大于简单的随波逐流于已经等待着你的信息和请求的洪流。对抗这种冲动是反抗自动驾驶生活的第一步，是你的日子属于你的第1个生命。把你的日子想象成一块空白的画布。大多数人醒来后立即将画笔和眼了交给世界，允许社交网络、老板、客户和随机的危机在他们的画布上泼洒混乱的色彩，导致一天结束时得到一幅肮脏且无意义的画。然而，黎明的记录是坚定地拿起画笔，画下第1笔，最深思熟虑和最有意义的一笔。你选择主色调、核心焦点。通过这样做，你并不能组织其他颜色的出现，但你确保你当天的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焦点，一个将知道所有其他行动的意图。选择一个单一重要任务的力量，在于清晰度和集中注意力的力量。在一个松阳多人物，实际上只是人物的快速和递小切换的世界里，致力于一个单一的优先时，像是一种超能力。这种选择会产生连锁效应。通过首先完成最重要的事情，你会产生一种积极的惯性动力，一股能量和自信的浪潮，推动你度过剩下的一天。你在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就向自己证明，你能够完成你设定的目标，将拖延转化为自豪，将焦虑转化为有方向的行动。这是一场心理上的胜利。重新定义了之后，所有消失的基调。许多人会说，但我的生活很混乱，我有很多责任，我不能只专注于一件事。这是一种幻觉，是你的头脑为了保持在反应性的舒适区而创造的借口。这个记录不要求你忽略你的其他责任，它要求你进行分级。死亡的提醒以一种残酷程式的方式强迫这种分级。在重点面前，什么是更重要的？恢复有一封琐碎的电子邮件，还是迈出你梦想多年的那个项目的第一步？写哪一张？打那个重要的电话？时间不足很少是真正的问题，问题是缺乏清晰度和一个足够强大的为什么。实际应用是直接的，在床边放一个笔记本，醒来时，在接触任何科技产品之前，深呼吸并提出那个问题，让答案浮现出来。也许是无干扰的写作1小时，与一位同事进行那场艰难的对话，或微信客户完成烟式文稿。无论是什么，把它写在一张纸上，并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这是你当天的北极星。你的任务不是做所有事，而是首先确保这件事被完成。
其余的将围绕它安排。这是一种沉默的自制行为。这一点的结论是获得主导权。通过时间里明的记录，你不再是他人生活中的配角，对他们的场景做出反应，而是成为自己一天的导演和主角。你获得了一种空洞的生产力无法提供的控制感和目的感。每个早晨都变成一个机会，不是为了完成所有事，而是为了让它值得。你不仅仅是在管理人物，你在有意地构建一个值得过的一天，而一连串这样的日子构成了一个美好的生活。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记录，一个在全天使用的工具——过滤器的记录。在你早上设定了你的意图之后，世界将不可避免地试图让你偏驰轨道，会出现邀请、要求、担忧和分心。对于每一个争夺你注意力的事物，你都必须应用死亡过滤器。问题是尖锐而直接的。鉴于我的时间是有限且不可挽回的，我面前的这件事真的重要吗？这让我更接近我想成为的人吗？这是必不可少的吗？这个记录是你对抗所需保证的私人为对。这里的冲突是深刻的，植根于我们的社会生物学。我们被变成去寻求接纳和避免冲突，说不是困难的。它会产生一种不适感，害怕让别人失望的恐惧，害怕错失机会的焦虑，既著名的 FOMO 害怕错过。我们的自然倾向是说是，一边显得友善，保持大门敞开，看起来忙碌和重要。问题是，每一个琐碎的事都是对真正重要事情的含蓄的不。这是对你的项目、你的内心平静、你与家人相处的时间、你的健康的不。这个记录要求你用持久的自尊来换取取悦他人暂时的舒适。这个记录的核心比喻是，你的时间和精力是一个真实而有限的宝藏。想象一下，你是一个保险具的守护者，里面装着有限数量的金币，每一枚金币代表你注意力和努力的一个单位。大多数人让保险具的门开着，允许任何人，一个提出无关紧要请求的同时，一个社交媒体统治，一个无用的政治辩论进来拿走一枚金币。一天结束时，保险具是空的，没有建造任何有价值的东西。Memento Mori 的时间，这是一个无情的守护者。他评估每一个请求，只将他的金币投资于那些在目的、美德和意义方面产生真正回报的事物上。自信而无愧疚地说，不的能力是你能培养的最解放的技能之一。一个战略性的不是自私的行为，而是一种清晰的行为。这是对自己资源宝贵且应明智分配的肯定。当你对一个没有议程的会议说不是，你是在对1小时的专注工作说是。当你对一个充满八卦和抱怨的夜晚说不是，你是在对一个阅读或恢复性休息的夜晚说是。当你对一个超出你控制的担忧说不是，你是在对你的精神安置说是。这个过滤器不会让你成为一个冷漠或难以接近的人，它让你成为一个在你选择做的事情上有效率和在场的人。这个原则与斯多葛派的控制而分法完美契合，即区分我们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事物。死亡过滤器迫使我们把精力完全集中在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一个陌生人在互联网上的冒犯，超出我的控制，不值得我花时间。周末下雨的可能性，超出我的控制，不值得我焦虑。我对那个冒犯的反应，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我对下雨的准备，完全在我的控制之中。应用过滤器意味着将你的精力从数百万个无关紧要的外部刺激中撤回，并将其集中在唯一能产生差异的地方：你自己的选择和行动。伟大的皇帝马克·奥勒留不断地应用这个过滤器的一个版本。他会问自己：这个行动是必不可少的吗？它配得上一个理性和社会性的存在吗？他明白，我们所说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必须的。如果你消除多余的东西，你将获得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安住。他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与自然和更高的目标保持一致，抛弃所有渺小的、被动或不值得他在地球上有限时间的事物。
它使用死亡意识不是为了麻痹自己，而是为了净化自己，摆脱所有不必要的东西。这个过滤器的实际应用需要临在回答是之前停顿一下，呼吸，将请求通过过滤器。这在我生命的宏伟计划中重要吗？在加入一场争论之前，问问自己，在这里花费我的精力会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吗？在沉溺于一个担忧之前，质疑，这在我的控制之下吗？对这些问题的诚实回答将是你的向导。学习简单而尊重的短语来拒绝。感谢你的邀请，但我无法参加。此时，我需要专注于另一个优先事项。要坚定，但要友善。目标是保护你的专注，而不是冒犯他人。这一点的结论是获得个人主权。通过应用过滤器的记录，你不再是一艘漂泊的小船，被外部要求的波浪来回炮制，而是成为自己船只的船长，有明确的目的地和对任何偏驰航道的潮流说不的权利。你获得了精神上的清晰，为真正重要的事情赢得了充裕的时间，以及一种深刻的自由感。你从琐碎的保证中解放出来，开始在一个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了解的专注和效率水平上运作。我们来到第3个记录，旨在重新定义你结束一天的方式，有先感恩的记录。当大多数人结束一天时，他们会回顾明天的任务清单，沉浸在对未完成工作的焦虑中，而 Memento Mori 的实践者则采取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目标不是以计划结束一天，而是以心上结束。这个时间在于反思过去的一天，并识别一个让那一天值得活过的时刻，一次谈话，一种感觉，或一个小小的胜利。这是对每一个完整的日子本身就是一个不被保证的礼物的积极认可。这里的冲突在于我们大脑对消极偏见的神经编程，这是一种进化的遗产。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需要更多的关注灌木丛中的石子，而不是田野里的花朵。同样，我们的头脑倾向于固执于出错的事情，我们受到的批评，我们未达成的目标，仍需恢复的压力邮件。有先感恩的时间是对此去世的有意识的反抗行为。它要求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从所缺乏的转移到所足够的，从所失去的转移到所经历和受到的。这里的比喻是，生活是一条由珍珠组成的长链，每一天都是一颗独立的珍珠。许多人疯狂地寻找下一颗珍珠，那颗更大、更亮的。他们相信，在未来的某个地方，他们几乎不看他们刚刚加到脸上的那颗珍珠，总是专注于下一颗。有先感恩的记录是在每一天结束时，将那一天的珍珠握在手中，仔细观察它，欣赏它独特的光泽，即使它有效瑕疵，并欣赏它作为它本身所示的宝贵作品，在它家如果去的长线之前。这是真实旅程的艺术，一次一天。这种做法是我就会快乐心态的强大解读机。当我得到晋升时，我就会快乐；当我买下房子时，我就会快乐；当我休假时，我就会快乐。这是一个无限期推迟生活的陷阱。有限感恩将你锚定在当下的现实中，并训练你在当前的环境中找到财富和意义。这并非否认困难或满足于平庸，而是承认即使在艰难的一天，也存在着恩典的时刻。一杯咖啡的味道，一个亲人的微笑，阳光拂过皮肤的感觉，完成一项挑战性任务的满足感。这是在无常中发现富足，这能建立巨大的情感韧性。当你训练你的头脑在每一天中寻找美好时，你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到生活中不可避免的挫折的影响。一个包含了重大职业失望的一天，也可能包含了一个来自你孩子的安慰拥抱。一次有压力交通堵塞的路程，也可能提供了一个听播客学到新东西的机会。这个记录并不会抹去负面，但它确保负面不是你一天的唯一故事。它赋予你充血叙事的力量，专注于那些给你力量、喜悦或和平的事物，无论它多么短暂。这是即使在阴影看似漫长时也能看到光明的训练。实际应用简单而强大。睡前
与其滚动新闻动态或计划明天，不如留出5分钟，闭上眼睛，在你的脑海中钟构你的一天，从你醒来的那一刻起，积极寻找那个时刻。它不必是巨大的，也许是完成一项任务后的解脱感，也许是与伴侣之间理解的眼神交流，也许是你听到的一首歌曲的美，分次出那个时刻，感受它带给你的情感。不仅为那个时刻本身感到感激，也为你活着体验到它而感到感激。有一天被死于，而这个时刻验证了它。这一点的结论是获得深刻的和平。通过时间有限感恩的几率，你改变了你与时间和生活的关系。你不再是一个债务人，总是在追逐所缺乏的东西，而变成一个接受者，意识到存在所提供的日常礼物。这平息了对未来的焦虑，抚平了对过去的遗憾，将你锚定在唯一存在的现实中。当下，你学会了入睡是不是满脑子担忧，而是心中充满了对路程的默默欣赏。一次一天，给到达这里的呢，我们剧本核心的一个简短消息：你的出现表明了对自身转变的罕见而宝贵的承诺。这表明呢，不仅仅是在寻求娱乐，而是在寻找构建更美好生活的工具。为了进一步神化这一路程，我创建了一个名为斯多葛主义基础的特别播放列表。对于那些真正认真应用这一哲学的人来说，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请将此视为继续学习和强化你心智的特别邀请。你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上找到它。现在，让我们继续探讨将意图变为现实的记录。我们现在进入第4个，也许是最具挑战性的纪律——勇敢行动的纪律。所有其他的纪律都为之铺平了道路，但这是收获过时的纪律。在这里 ，Memento Mori 被用作对抗拖延毒药的终极解毒剂。前提很简单，你最害怕、最回避、最推迟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对你的成长和构建你想要的生活最重要的那一个。死亡的意识不给你等待和画世纪的选择，它要求你现在就行动，尽管有恐惧。合画的世纪是一种幻觉，当下就是你所拥有的一切。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最原始的：恐惧，对失败的恐惧，对评判的恐惧，对不挂的恐惧，对成功机器带来的责任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一种麻痹的力量，向我们地狱着有人的谎言：你还没准备好，明天再做，等有了更多信息再说，这没那么重要。拖延不是时间管理问题，它是情绪调节问题。我们会比任务不是因为我们懒惰，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感到不舒服。我们祝愿选择分心带来的暂时解脱，也不愿选择进步所必须的卜卦。这个记录的比喻是，你所害怕的人物是面前一扇所找的雄伟的门。拖延是在走廊里站着，撑着锁，分析它，擦亮门把手，想象另一边有什么，但从不转动钥匙的行为。Memento Mori 是建筑物里或劲爆的声音。突然间，分析所成了一种你再也负担不起的奢侈。情况的紧迫性迫使你行动，你再也没有时间犹豫了。你必须撞开门穿过去，处理另一边的任何事情，因为原地不动意味着被惯性和悔恨的火焰吞噬。拖延本质上是对现实进行的一种傲慢的赌博，它赌的是你明天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更多的勇气，但你对此没有任何保证。沙漏在你等待灵感是不会停止流淌。正如俗话所说，墓地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地方，充满了从未写成的书、从未创立的公司、从未说出的道歉和从未宣告的爱。每一次对重要事情的拖延，都是在你自己的梦想上多产一产图。死亡的提醒是对这个真理的残酷唤醒。不作为是有代价的，而这个代价就是你自己未曾活过的生命。史蒂夫·乔布斯在他著名的斯坦福演讲中完美地阐述了这一点。他说：“记住，他很快就会死去，是他发现的帮助他做出人生中大选择的最重要工具。因为面对死亡，几乎所有事情、所有外部的期望、
所有的骄傲，所有对尴尬或失败的恐惧都会消失，只留下真正重要的东西。这种清晰解放了他，让他跟随自己的直觉，而不是浪费时间过别人的生活。他利用死亡意识，不是为了退缩，而是为了创新，为了创造，为了在宇宙中留下印记。这个记录的实际应用是一个直接的挑战。现在，在你的脑海中，确定你一直在回避的那个行动，那次谈话，你项目的第一个步骤，那个道歉，那个对你健康的承诺，感受出现的恐惧和阻力。现在，深呼吸，用 Memento Mori 作为燃料，问自己：如果我知道我只剩下1年的生命，我会做这件事吗？答案几乎总是响亮的是。利用这份确定性，迈出最小但立即的一步，发送那封电子邮件，打那个电话，写下第一段，在你的头脑有时间构建新的借口之前行动。这一点的结论是获得勇气。勇敢行动的纪律并不能消除恐惧，它叫你与恐惧共舞，尽管有恐惧也要行动。你不再是一个有好意图的人，而成为一个有深思熟虑行动的人。每一次勇敢的行动，你都在终写自己的身份，从一个回避者变成一个面对者。你会发现，大部分的痛苦在于预期，而不在于行动本身。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开始构建一个你可以引以为好的生活，一个以尝试的勇气为标志的生活，而不是以仅仅观看的会很为标志的生活。最后，我们来到了第5个，也是最后一个纪律。这个纪律为所有其他纪律注入了更深层的意义，真实连结的纪律。这个时间将 Memento Mori 的提醒扩展到你自己之外，将其应用于你周围的人。它迫使你面对一个同样强大的真理：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也都是犯人。你的父母、你的孩子、你的伴侣、你的朋友，他们都有有限的时间。利用这种意识，不是作为悲伤的源泉，而是作为临在、宽恕和深度的催化剂，是使用4多个智慧的顶峰。这里的内心冲突是我们倾向于把最重要的人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存在，我们因为自我而进行琐碎的争吵，因为微不足道的冒犯而怀恨在心，推迟表达喜爱和感激之情，总是假设会有以后。我周末给父母打电话，等尘埃落定后，我再道歉。他知道我爱他，我不需要说出来。这种自满是深厚关系的无声敌人。我们相信我们与所爱的人有无限的明天供应，这是我们能保有的最危险的幻觉之一。卡当的比喻是，每一个有意义的关系都是一个精致的花园。为了茁壮成长，它需要被照顾，用注意力、临在和关爱来浇灌。我们大多数人沉浸在生活的忙碌中，走过我们最重要关系的花园时，甚至看都不看一眼，假设他们会自己生存下来。Memento Mori 是提醒，充值的季节是有限的，冬天会将临到所有的花园，因此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你今天必须给你的植物浇水，你今天必须把掉怨恨的杂草，你今天必须欣赏花朵的美丽，因为明天可能就台湾了。这个记录有能力瞬间溶解自我。想象你上一次和所爱的人发生的愚蠢争吵，现在想象你发现那是你们在一起的最后一天。需要正确的必要性会完全消失，不是吗？它会被一种压倒性的需求所取代，即连结、原谅、表达爱。真实连接的记录训练你将这种紧迫感带入每一次互动中。它鼓励你优先考虑关系而不是自我，同理心而不是评判，临在而不是分心。你开始真正的倾听，而不仅仅是等待轮到你说话。人生最大的遗憾，当人们在临终床上被问及时，很少是关于事业是百或缺钱，几乎总是关于关系，未说出口的话，未给予的原谅，因琐事而牺牲的有知时间。这个记录是你对抗这种最痛苦遗憾的疫苗，它迫使你打电话、发送信息，说我爱你，对不起，我原谅你和我感谢你。
它将日常互动转变为创造持久意义时刻的机会。实际应用要求你有意图。下一次和你重要的人在一起时，把手机放在一边，看着他的眼睛，默默地记住你们俩的无常，让这个提醒引导你的行动。问更深层次的问题，全神贯注地倾听，放下那个小小的烦恼，给予真诚的赞美，原谅那个旧得过事，把那个时刻当作他真正所示的珍贵和不可挽回的宝藏来对待。这无关呼吸句话，而在于深刻的临在和真实。这次路程的最终结论是获得一个富含意义的生活。通过时间真实连接的记录，你成为一个真正的当下的建筑师。不仅在你的任务中，也在你的情感中。你会发现，对抗死亡恐惧的解读既不是寻求更多的时间，而是寻求更深的深度。一个充满真实连结和表达出来的爱的生活，是一个完整的生活，无论其长短。你停止在你的日历上积累紧紧的日子，并开始积累真正重要的时刻，建立一个超越有限性的爱和临在的遗产。当下的建筑师的路程并未随着这个视频的结束而结束，实际上它才刚刚开始。你已经吸收了原则，理解了记录，并感受到了真理在你内心回响。但没有行动的意识是无用的，这就像拥有一张藏宝图，却从未迈出家门的第一步。真正的转变不是在听的时候发生，而是在做的时候发生。区分过客观众和真正实践者的是一个单一的行为——承诺。现在轮到你拿起这些工具，开始积极地雕刻你的生活。当你开始这个视频，是你所示的那个人，不必是关闭它的那个人。选择一如既往，完全在你手中。你的转变是与一份公开的契约，一份将短暂意图转变为真正承诺的生命。因此，我挑战你现在就采取行动，到评论区去写下死亡的提醒激励，你今天采取的唯一勇敢的行动，不是明天，不是下周，今天。用今天我要这些词开始你的评论，并用你的行动完成句子。可能是今天我要打电话给我的父母，今天我要写我书的第一页，今天我要道歉。这不是给算法或频道的评论，这是你生命新篇章的第一行，这是你与你最好版本的自己签订的契约。如果这个信息在你灵魂深处引起了共鸣，并且你感觉自己是这个致力于可以生活的人们运动的一部分，请通过订阅频道并击或通知来留下你的印记，以免错过我们未来的旅程。点赞这个视频，让这个哲学能够红极更多需要它的人。为了让我知道你是坚持到最后的真正承诺者之一，也请评论这句话：我坚持到了最后。与你爱的人分享这个视频，一个你希望其生命能被最大限度的充实活出来的人。记住，沙漏对任何人都不停止流淌，让每一粒沙都值得。